时间是料理之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有些料理追求快很准的效率，有些料理则是慢工出细活。经过岁月发酵的食材，不论风味还是口感上都更加浓郁。今天谁能够成功诠释时间的味道，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而谁又会黯然下台？我们即将进行团体赛，分为2大团体。很抱歉，这次要把你们拆开了。胡宇威，这边是陈婷妮，这边是陈婷妮，妮。今天的比赛呢，总共是180分钟，每队呢必须使用我们现有的食材来做出4道料理。吃评的环节也跟以前不一样哦，因为呢我们在第150分钟的时候要请你们出第1道料理。之后呢，每10分钟出1道料理。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眉毛差点不见了。我们有一个特别任务 What？ 要给大家啊？哦，有帮忙吗？这边可以。是做出第5道菜。啊，我就知道。菜是甜点。甜点。要上去介绍菜的只能是艺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只能1个人，不是只能1人上去。我们这次上的这一道呢是炭烤鲍鱼。各位评审好，我们这组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新的家常菜的风味。地板菜差不多，我们评审好，第2道菜我们想呈现的是一种海鲜粥的概念。第2道我们想上的是波士顿龙虾3吃。我觉得龙虾赢。那我以后去龙虾赢。因为我没有想过我要做饺子，听天由命。好的，请上菜。舒适。还是有人做 gnocchi， 还是有人做 pasta。真的很像，这似曾相识。先来说说你们的料理喽。第3道是蔬食料理，我们上的是意式tortellini。然后第1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风味呢，是我们的野菇风味；第2个是菠菜风味，然后佐我们自制的 ricotta cheese。下面佐的是意式炖菜，然后左边那个黄色的是南瓜焦化的南瓜泥。对，有声。那这道菜是一个蔬食料理，我们准备的是蛋料理来呈现这道菜。那我们下面会有这个温泉蛋搭配这个台湾非常棒的玉米，做成一个玉米的泥状的这个物体之后，上面搭配透明的芡汤呢，可以看到我们是用牛蒡去煮的一个素高汤，然后就是让整个味道去做一个传真引线。那待会在吃的时候，可以把上面的这个配料直接把它一口气倒进去。那我们想呈现是一种各种蔬菜的一个不同烹调手法，有炸的，有熏的，有这个节瓜去烤过的这样子的一种变奏版的方式。然后这一次也有放了燕麦在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上面是有这个烤过的燕麦，是有趣的一个食材这样子。蛮有，谢谢。哎，我刚刚忘了介绍柠檬香蜂草奶泡糕。It's okay，最好不用说了。这到底是什么？大刚说就知道，有人还是会做意大利面。第3道放意大利面很合理啊。他感觉蛮要来点主食啊。对啊，就知道他没有。感觉勇敢挑战。对啊，勇敢挑战。结果等一下又被骂。不会啦。哪一道你喜欢？蛋比较喜欢，我喜欢是，因为那个皮比较硬，收口的地方没有收好。也没说好。已经讲的是蔬食料理了，期待它可能不是一个第4道料理，请上。饺子。对。那我这样我讲那天我做红油抄手就好了。好的，请2队准备第4道料理。这一套是鸡汤，我们是用鸡肉跟龙虾壳去熬的。龙虾和干贝，有。不是有鸡肉？有啊，鸡肉有啊，鸡肉、龙虾、干贝。下去熬煮的浓汤，这个汤，干贝的浓汤下去，然后呢？刚用很高级的食材去浓缩成一点点的汤。好，浓缩成精华。这是它的公司精华乌海伦。对，浓缩成精华，对。
我们原本设定的是乐排，但发现有更好的牛菲力，所以我们后来选择用菲力搭配用高粱酒跟鹌鹑，还有牛肉修下来的边去做了一个牛骨跟鹌鹑的酱汁，然后用一点高粱酒去提味。那58高粱的话呢，我就用我最喜欢的酒类的烹调方式，就是直接先用锅子一罐浓缩的一半。那在浓缩的时候，我会去引火，去帮助这个高粱的多余的酒精去做一个挥发，只留高粱的香气，就可以兑到我的牛肉的这个酱汁里面去。那牛排可以帮我拿出来 check 一下吗？你帮我 check 一下我那边的，我总共做了五份。评审是用筷子还是刀叉？刀叉。OK， cool。来，怎么样？ Overcook。除了有一点小状况是这个牛肉有点8分熟了，那8分熟其实对于那块菲力来说，就不是一个最佳的熟度。全部 overcook。我太早煎了，多硬，试试看。硬不会硬，但但它好，没关系，我想一下哦。先薄一点，对，吃起来不要那么厚。对。OK 的。这个，先帮我离火，有没有吃刚这块？哦，这块应该 OK。还有吗？QQ。其实我还可以再煎一口，6分钟。没关系。可以。原本我有想要再做一块新的，不过其实剩下4分钟以内就要出菜了，240秒。还剩几秒？还剩几分钟？5分钟。要啊。 4分半加 rest 的全部都在这里了。对，没有，我还有一块。要煎吗？还有一块。我是吃是 OK， 吃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应该都没事，吃是 OK 的。对。你试一下。OK， 没问题。还有什么刚才？需要帮忙？那个。对，上来了。我就跟Ricky 说，就切薄一点，然后在平时在吃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硬，而且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元素可以去增加这道菜的精彩度，因为我们用了面包脆片嘛。我们桌上那时候看到一个面包，所以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搭配烤过的羽衣甘蓝跟炸过的红葱头，还有海盐、盐之花，去做一个不同口感的搭配，淋一点点在面包上。好。 寿司要鲜嘛，对不对？对，有寿司鲜。好，还有2分钟，没关系，还有2分钟。好，纸巾。OK， 撒上去了，好。OK， 这边要撒盐吗？我觉得不用，不用吗？好，不要撒，放旁边就好。没有老花。 闪亮亮的，来，借手。30秒，我们先 OK， 走 ，Go， 小心。来，佑生说一下你们这一组的菜。各位评审好，接下来是一个牛肉料理。牛肉的话，我们从上面开始介绍，我们用了这个师傅提供的面包，我们切了薄片，用低温给它烤干之后，因为我们希望呈现是一种咬到面包好的面包的那种香气，保留在这盘肉料理上面。依序放上红葱酥，然后羽衣甘蓝，还有淋上一点鸡油。那希望待会在吃的时候是可以先咬一口脆片，再搭配下面的这个菲力，然后去沾最下面的酱汁来去做品尝就可以了。谢谢。好，这道我们要上的是黄金干贝浓汤，我们运用了鸡肉，然后还有干贝，还有龙虾的壳，煮出最精华的汤底。下面呢，我们搭配的是在地的食材，丝瓜，然后还有芦笋跟干贝丝，希望大家可以吃起来有一种不腻，然后对不起，我看一下，解腻的感觉，还可爱。对，希望可以让主厨们吃到海鲜的鲜甜，然后也可以吃到鸡肉的浓郁。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牛肉加一点鸡汤的用意是什么？没有牛肉没有加鸡汤本身，它是鸡油是不是？鸡油，对。那各位知道面包是陷阱题吗？我们怎么会吃？这陷阱题，所以其实不要用吗？是你可以不用用啊，你不一定要用啊。但用了也没关系。做的好吃也是一样啊。对啦，我只是觉得你们很粗鄙而已啦。我们是乖宝宝。对，我们有好东西就想要这边很喜欢用干贝，你觉得吗？对，是吧？很多都是用了干贝来调味。酱是用什么酱汁？酱汁的话是用的这个乳鸽，然后用高粱来去做一个烧制干炒的动作。那最后再一样用樱桃番茄去做一个我们新鲜的番茄糊，然后去做一个 gravy。所以乳鸽拿来种酱汁。对，我们也是用最低。乳鸽拿去做酱汁。没有，它这个很有鸡油、有乳鸽、有牛肉，你们觉得吗 You guys have 绿肠。好的，谢谢，谢谢评审，辛苦了，谢谢，辛苦了。凯哥，你刚刚说什么是陷阱题？面包啊，面包是陷阱题，不要用。面包被骗了，面包是陷阱题，不一定要用。是就是啊，又没关系。酱汁、面包跟肉很常见的组合啊，对啊，这是而且面包吃起来蛮好吃的。因为你有太多材料了。讲的点嘛。对啊，你有太，那为什么你要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同一个口子吃下来。然后他们拿的蛋菜，他们拿的文蛤没有嘛？他们拿的菲力在这里。对。然后红火一点点。然后还有拿什么？乳鸽拿去做寿司。轻一点。它这个汤就没有味道，它是用3种顶级食材来做。没有，完全没有味道，完全就是淡淡的。但是它牛肉反而是有味道的，对，它是有味道的，但是牛肉不好吃。他们好像发包出去给每个人就做自己的一道菜。啊，杰夫做饺子，然后何顺凯马上就说还是有人要做饺子，然后但我们做蛋，对，然后接下来就甜点 PK 了。奇怪了，为什么那么湿啊？湿？对啊，糯米粉。正常不会那么湿啊。它会有点让它可以成型啊。哎 ，Jeff， 你那个比例怎么那么湿啊？这对的吗？本来要做一个芝麻球，可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所以我请师傅帮我做。可能我配方给他给错了。伊比例唔对吧？那袂定型啊。哦，对不？那有可能袂定。我是刚刚你的伊做些就好啊。我觉得糖可以再多。那个芝麻球可能它那个做不起来了。做不起来就算了啦。对啊，我们就两个味道就好了，所以芝麻球就没有出来了。高粱在哪里？来一滴，可以。沉香马德莲还有什么西米露啊？他说有一点点高粱在里面。有，我已经放高粱了。我放了非常微量的高粱去提香了，但最主要是橙子的味道。陈高马德莲，啊，左边是什么？西米露哦。芋香西米露。芋香西米露。芋头。我练了10几种甜点。是哦，然后结果就用一个马德莲。可以了，至少我用到。它很特别的是，我们芋头是由从清水慢慢去熬制的，不是用先蒸过的方式，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的浓郁。最后一个好棒哦！希望你们会喜欢。你怎么可以过来我们这里？他跟你说你拜你的帮我，压力很大哎。压力很大，而且你们头怎么可以用厨师去讲？对啊，说只能厨助哎，没有说了。有扣分，真的。不然他干嘛我们怎么会？干嘛往去讲？我超紧张的。对，还要等我们抢食材的时候就随便乱拿，就觉得要走位。OK， 不要来干扰我们了，拜拜，谢谢。送客，开门。哇，好香哦，好香哦。陈高马德莲。最后一道料理甜点，远远看感觉你们现在要打架的感觉，是不是很像？哎，很厉害哎！我们再看看你们的，这么单调啊，简单，这么单调啊，一枪就中。Less is more。Less is more。哇塞，这个我是不敢吃哎，芋头对不对？芋头不行啊，芋头必须死。关你屁事！爽怎么样？怎么样？芋头在地名产。对呀。我们这奶鸡在地名产。芋香什么？奶鸡又不是台中的在地名产。对啊，芋头是对啊，然后是台中的。大甲的啊。这里又不是大甲。
就台中啊。要确呢，确定是大甲。确，很不跟确你。们聊了啦。哎呦，大甲是奶鸡吧？一个大甲，一个是甲仙，你猜陈高马德。好的，甜点请上菜。还有时间做那个甜点，他们还有时间做那个甜点的。那个很难吗？我不知道它中间底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它旁边的都很简单。的东西，我刚看的时候，还有不直接弄布丁，我刚看到拿去蛋糕之类的。这一道是我们临时出的考题，就是请2队增加1道甜点。好的，麻烦妮妮。好，这一道呢，我们第一道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陈高马德莲，我们是加入香橙，然后搭配高粱酒下去熬制的一个酱汁，希望能够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哦，然后再来呢，左边搭配的这个是芋香西米露，是用在地的食材的芋头。然后主厨想要请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芋头呢，其实我们是用清水直接下去炖的，就没有先用蒸过的方式，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是特别的浓郁。谢谢。我们这一组想要为各位评审呈现的是一种日式夏日的甜点。那我们用了5种不同的蔬果，分别是白桃、莲藕、茄子、荔枝还有抹茶，来去组合今天的盘式甜点。那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在，想吃什么就从哪边开始挖就可以了。那希望大家可以满意今天的餐期，也是一个甜点的用意。哦，有问题吗？临时出的考题没有，好像直接吃了。对啊。但这个是你们一开始就在菜单的，对不对？我们有想过，如果要做甜点的甜话，点是有我们会想要做什么？对你们也是吗？我们一开始其实4道菜都是咸食，并没有设计甜点，所以也没有预想过会甜点这样。对对对，我们想说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甜点谁负责？Jeff。我来 ，OK， 我来给你唱。好，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大概3个小时，然后你给我做一盘这个，很安全，安全。没有，你不可以。这个叫茶点，不叫甜点。你也是对的。对，他们有预想到还做。对，重点是他们预想到，然后你还给我做一个，烤一个马德莲。你不要开我玩笑哎！他们觉得我们的甜点很好，因为对面太简单了。对，他就是和顺感有点怎么这么少，他就问我们说，我们是一开始有想要做甜点，我说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这种刚刚想出来，然后他们是有想备着，但是后来发现要做，那还是把它做出来这样子。所以 maybe 我们的即兴比较好。对，超强，那个就是很标准的一个韩式甜点，很标准的一个。各位辛苦，辛苦大家了，辛苦。如果有过关就真的是还没懂。太刺激了，太难了。说3个小时，其实听起来是很足够很久，但是实际做起来其实很赶。评审的结果现在在我手上，2队你们辛苦了。但是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团体赛，想必呢，其实你们应该有很多的磨合，或是有很多互相帮忙的地方。我想听听看，你们经过这30个小时的比赛，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想法的？永孝这组先好了。团体嘛，就是大家一条心呐，就是互相嘛，弥补一些比较做不到的事。这边嘞，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我觉得我们这一组超棒，超棒的，超棒，没有争执。对，唯一只有觉得节目组太坏了。所以当我们说有甜点要出现的时候，听说现场有人直接飙脏话，我想问是谁？我。你够鲜明，有人讲脏话。因为我刚好在厨房，我刚好在拿食材，做出第5道菜，而这道菜是甜点。换句话说，你们现在有5道菜。后面就脑筋一片空白，然后就站在那边看着，现在要做什么？怎么办？然后其他人已经先回来开始在准备，然后后来威尔也来，Jessica 也进来，然后我问威尔说：“这个可以用吗 ？Jessica 这个可以吗？”然后整个就是慌，脑袋一片空白，然后救星出现，Jessica 就站出来说：“没关系，甜点我来。”哇塞 ，Jessica！救
心。其实你们对面那一组，有效那一组，他们4道菜里头本来有1道菜就是要做甜点，只是他们听到最后发现有素食料理之后，把甜点拿走，没想到我们又出了1道甜点。哇，你们真的很会，难怪我看到那个杰夫在拿芋头、西米露跟椰奶，动作超快。我想说，哇靠，他已经想好了，为什么那么快？那说真的，我最后设定的那个素食，我已经没有心力在做原本我想做的甜点了。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想法了。好，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听看评审怎么说。先来问问看吴师傅。作为一个厨师吧，但是我自己认为，如果是用一个好的食材，我们尽量要把它食材的本味跟它的优点放大。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不是很理想的食材，那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把它的那个不好的把它遮掩掉，而且把它的优点突出来。就是不一定是只用好食材。那 Charles， 其实你看到这一次是团队比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最好看也就是这里，但是最困难也就是这里。其实今天我们回想看到2队的合作的默契，然后是不是会有一点小冲突，让我们看到。但我发现今天2队居然合作的默契都非常好，2队看起来都好像是已经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团队。我们给你们出了一些考题，包括突然有蔬食料理，包括最后要有一个甜点，怎么样随机应变啊？凯，其实我带了很多材料给你们，但是因为你们都没用到。包括哪些？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带了3个Vahona，我带了什么？我没有，我带了3个巧克力。他把它冰箱里面。隔壁有拿一包巧克力，Vahona，法芙娜的巧克力。哦。然后我带了 Coco Nib， 那是可的壳，9支樱桃，Cream Fresh。Cream Fresh 我没拿到，我要用法式酸奶。法式酸奶超好用。其实我带了蛮多可以做甜点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直觉的人，你会知道说，哎呦，何顺凯带这个东西来，一定有其他的事情。是他带的，所以提示哦，是提示。怪。那我们有因为我拿到 Coco 没有，但是我有看到果干。但因为我们面包 Coco 有啊，我本来想说要做包雷啊。问你们要不要果干？其实我那时候有发现过。其实可可跟做那个牛肉这个结果，对。好，在正式公布我们的成绩之前，要来讲一下我们的淘汰机制，就是输的那一组，我们会淘汰1位厨师跟1位厨助。淘汰方法是4位厨师投票淘汰1位厨助，4位厨助投票淘汰1位厨师。你们等一下手上会拿到0、1、2、3、4的积分卡5张。这积分卡呢，有点是质疑卡的意思，就是你质疑，他是不是适合在这个舞台上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100万呢？值越高，分数越高。换句话说，你觉得他值得留在这个舞台上，那你可以给他0分。这样大家了解了吗？好的，深呼吸，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成绩了，一道一道来。第一道菜。获胜的是新雅组。他做了什么？第2道菜跟我们长一样的。获胜的是有效组。第3道菜，蔬食料理，获胜的是新雅组。但是不用高兴太早，因为第4道菜跟第5道菜获胜的都是同一组。换句话说，我等一下念出这个名字，你就是今天的 winner。我们交给灯光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请现场灯光按一下，看看等一下它会亮在哪一组哦。今天获胜的队伍是新雅组。莫名其妙有一个光照到我，
是上帝来了吗？没有了，就是是我们赢了，这样就非常的开心。但是开心完之后，对面有点在悲伤的那个氛围当中。太开心了吧！情绪价值给很满的这一组，其实只有些微的差距而已。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比赛，因为影响到我们后面谁可以抱走我们的100万，所以现在要来进行我们的淘汰赛。想不到，真的想不到。原本预设就是可能输2个赢2个啊，对啊，那可能就比最后一个啊。我觉得这种输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好。4比1，直接一个超级悬殊，很沮丧哎。这样加总下来，其实以总分来说，我们5道只赢了1道。蛮相信自己做的菜啦，对，但是他说第1道输了嘛，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失落啦。其实就是有点失落了。我看那个甜点，我就觉得差距蛮大的。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可能每一道菜都很多功夫在里面。看起来，我感觉我们有些菜塞得不够满。我们不晓得要淘汰哪一位助手，也不晓得哪一位助手要淘汰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现在是我们的淘汰投票，我们先让厨师来投厨助好了。第1位，永孝，交给你，你是第1位。好难的一段路哦，超难。现在是我们的淘汰投票，我们先让厨师来投厨助好了。吃起来。对啊，他现在还在吃东西，在看戏啊，吃东西看表演啊，在看电影的。很紧张哎。吃瓜群众，吃瓜群众，对啊。很紧张啊。下去的时候手都会抖。是手在抖。好的，谢谢永孝。紧接着于师傅。是4张牌，4张牌，每个人都一张。你知道，你会投4个人都出奖，1、2、3、4。Oh my god！ 谢谢于师傅，紧接着思凯。他们每一个看起来都一副很有罪恶感的样子。我刚刚看永孝这样的沉思，这样。反正下次怎么淘汰的方式都好，就是不要这种。应该不会啊。人也不够多啦。那种互投的真的最对，很烦，真的超烦。
这样子的淘汰方式实在太难熬了。如果我们也要去做这个决定，你会非常痛苦。谢谢。紧接着杰夫，每个人走路，对，好像有 chain， 好像有链子。有点内伤的感觉，走一段路到台上，然后去投票，一个一个投票，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位走路很沉重、很悲伤，但是这就是比赛。没关系，反正他们也会讨论哪一位厨师要被淘汰，反正就讲了啦。我觉得他可能有冲劲，可能有学习的欲望，可能很强，但我觉得他的厨房语言的沟通上的一些理解能力，可能还不够。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跟我比较想搭档的人合作，所以我当然会给他比较少的票。谢谢杰夫。这个就是我们的厨师选出我们的厨助，然后给予他们的分数。现在邀请我们的厨助来给厨师评分。首先 ，Dizzy， 但我觉得一定还是留。他们一定是会淘汰弱者，留最强的厨助投 chef。我觉得他们也没有 incentive 把强的人踢掉。从最下面开始，对，最下面。我觉得所有的住厨他们都应该可以再继续往下，当然，但因为这是一个比赛，对啊，这个环节我觉得还蛮残忍的。Dizzy最近出了单曲，本来想叫他载歌载舞，但现在心情好像有点难。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很挣扎，谢谢。紧接着李玉玺，天啊，好残忍哦！啊，我是最后的。你那个加减会是关键哦。可以吗？还有卡在两个中间，对，对。谢谢。陈婷，你看起来很烦恼，他还在想。他烦恼怎么痛？对，他还没做好决定。他好懊恼哦。对，就是你是不是还在想？你看，你看，而且他在想谁，他就看谁。他还嘟嘴。紧接着白润英，好可爱，好有礼貌。其实我真的觉得厨助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去把一名厨师淘汰，我是真的这么觉得。只是，
放在第3排这里，卡在2个中，这里地震，对，然后这里有个对，中间有个卡榫，对，哎，这边也要卡进去，对，看到吗 ？OK。不喜欢你们这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没有，我很紧张，真的很紧张，真的很紧张。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难过吗？对。你知道有教室有多难过吗？我知道啊，看得出来我们有多难过。他刚刚整个背影都是沮丧的、啊，沮丧，背影都是戏。对啊。谢谢白瑞英，紧接着妮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群组不要散哦，我是说真的。好难。这段路好长哦，真的，而且好为难哦。哦。出来，我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哎。如果以结果论来说的话，当然是于师傅啊。我觉得于师傅今天就是表现得很亮眼，然后让我们今天没有就是有破蛋，没有让对方赢得太开心。至少我们是4-1。谢谢。8位都已经投完票了，刚刚是并肩作战的队友，现在却变成小小的敌人。到底今天是哪2位会离开我们呢？因为太残忍了吧？谁想的？就是这个赛制它就是很无情，就大家都不想要成为那一方，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人变成那一方。太残忍，真的太残忍了。我们也不想淘汰人，可是没办法，今天就是我们输了嘛。超级残忍，那个真的是哇！其实那时候蛮庆幸我们没有输，不然真的很难选。不论谁离开，我都想说，谢谢你们为这个节目的努力，谢谢你们为自己奋斗。妮妮，好烦哦！妮妮，你之前2、3集都跟同一个人合作，是谁 ？Jeff。妮妮 ，Jeff， 恭喜你们安全了。请到这边来。第一次安全那么不开心，对，脚步好沉重。于师傅，你之前有跟2位厨助一起合作，对不对？对。是谁？润英跟玉玺啊。白润跟李玉玺。对。哦，你觉得他们2个表现怎么样？我觉得都一直在进步啊，从第1集拍到现在，我觉得都很有空间啊。从那时候的厨房小白到现在都很厉害，对不对？我觉得都很好。好的，于师傅，你安全了。但是对不起，于师傅的2位厨助，其中有1位要被淘汰，所以蔡诗芸，你安全了。是不是很沉重？
请两位帮我们移到下面来。在这里也待了1个多月了，其实大家也有感情了。除了录影的时候，其实私底下你们常常约见面，包括譬如说怎么样增进厨艺，或是怎么样练刀工，怎么样磨合。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到大家，然后也认识料理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有主持过厨艺比赛节目，但是没有实际的真的好好的料理过。那这一次为了比赛做了蛮多的准备。然后认识了很多很愿意教学的厨师们，能够在每一集都很明确的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然后包括之前合作的于师傅还有佑生啊，都会给我一些有挑战性的任务去做，这样子我就蛮感谢的。呀，谢谢玉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自甲仙的永孝，就不管结果怎么样嘛，就是大家有缘，对啊，就是互相进步。对啊，就是有留下来的，就是继续加油。思凯，我记得第一次录影的时候我很紧张，大家都很紧张。思凯坐我旁边，他跟我说，我因为生了小孩，2个双胞胎，我想为他们努力一下。觉得这是一个经验，就是大家互相学习，然后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这个人。所以其实也认识大家，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年纪最小的，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哇，年纪那么小的小朋友他可以来吗？就发现我发现你的 EQ 非常高，你的稳定度也非常的高。我觉得我真的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跟不同的厨师们合作的时候，他们会指导我很多东西，然后我也认识了学会做料理的我。虽然我还在学习的路上，但是我觉得我正在改变。对啊，最残酷的时候到了。白润英、永孝，对不起。你们要陪我们一起走下去，所以谢谢。要离开的是玉玺跟思凯。谢谢，谢谢。过来，可以过来。没错，因为这就是比赛，而且关乎到厨师跟厨助每个人可以拿100万走，所以这是一项非常认真的比赛。那今天很不好意思，我们要送走2位我们很亲爱的朋友。好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半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这也就代表你做的每一道菜，都有可能是你在新厨之战做的最后一道料理。就我觉得背锅的应该是我，因为我做2道菜都没有拿到分，对 Jason 师傅蛮抱歉的。如果今天还是评审来评的话，我不觉得我应该可以到前至少前4或是再后面一点才被淘汰吧。因为这次的赛制是用投票的方式，思凯是我投最高分的、最多分数的那一位，就是我会有点自责啦，会觉得好像是自己害他离开这样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还跟李玉玺说保重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也很不舍，觉得就是一定会很不舍得离开，会觉得很可惜。我看到思凯还有玉玺被淘汰的时候，就意识到比赛当然是越来越严峻，现在是强敌环视的阶段。我觉得 Ricky 和永孝这2个应该会再拼冠军。经过了激烈的团体赛之后，我们现场留下了7位厨师，还有7位厨助。至于这一集呢，我们要比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这个布幕里头。其实今天的主题呢，每一个家庭餐桌上都必备，而且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一定从小到大都有他陪伴在身旁的。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东西？酱瓜，酱，各式罐头。那什么？酱瓜，泡泡剂，麻婆鸡，可以。蒜，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酱菜。通常酱菜都是配角、配饭啊、配梅啊，但是今天需要大家把我们的酱菜华丽变身，变成一道特别的料理。上面的酱菜有很多种，你必须使用到至少1种以上的酱菜来加入到你的料理里头。一样，得分最低的那一组就会被淘汰。吃到酱菜的时候，都跟家人有关。你要么是小时候生病了，那通常阿嬷就会准备稀饭跟酱菜给你，然后你就觉得很幸福。对于酱菜会想到妈妈做的菜，因为我妈很喜欢用波记炒蛋，然后煮鱼。素质就蒸鱼啊，豆豉就拿去炒鹅啊，然后你说剥皮辣椒就煮鸡汤啊，对不对？每一个东西都知道怎么用啊。可是突然让它变主角，又会很陌生的东西。那这么家常的味道，要怎么样让它成为 fine dining 的一部分？又要日常，又不要很日常，就觉得这个题目很大，太难了吧？它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吃的东西啊。至于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选组分配呢？今天我们的主权留到了我们的厨师身上。厨师，今天你们有绝对的选择权，来选出你们想要的厨助。我们今天的厨助就是被点灯的啦。对，看看他们会不会点你们的灯。太好了，因为我觉得被选择就是很没有压力啊。但你要去选择别人，就有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多那种人性的那种纠葛。好，厨师，现在你们的手上呢有7张牌，请你们选出你们心目中最想合作的厨助，没有重复的，就代表你们配对成功，请到后面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有重复的人，或者是3个人以上选你的话，这时候主导权就回到我们的厨助身上。你可以选我要跟哪位厨师合作，了解吗？好，准备好你的牌了吗？好，数到3，请翻版，1、2、3。哇有 double 到哦！吴宇威有 double 到，姚纯耀有 double 到，但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吴师傅就很好，情有独钟。对啊，妮有没有 double 到？没有，妮没有，恭喜妮跟我们的优生配对成功。你们应该会很好奇，为什么我没有选你？其实一直跟着他一组，我压力蛮大的，因为其实我蛮希望他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我每次做出来的东西好像要过，又好像不过。我其实这次不选他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别人的力量，把他带到4强。如果我也有能力进到4强，我们在4强一定会再遇到。白润英、于师傅配对成功。于师傅有一种爸爸带小孩的感觉。对。我看到于师傅选小白，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还是小朋友，所以有些东西需要师傅带，而且于师傅还是义无反顾的选他。还有就是我们的蔡诗瑜，蔡诗瑜，永秀选你耶！哇，配对成功，好爽爆！Sorry， 新雅，你是啊，你不喜欢安心呀？算了啦，没关系啦。因为他太抢手，大家都说想要选他，我就是想说啊，不然就。可是重点是没有人选安心呀。对啊。唉，当全部的牌翻出来没有我的名字的时候，真的蛮失落的。就是选想说，真的这么糟糕吗？安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没有话跟你说了，无话可说。我真的心碎了。我也碎了。你每次都在演。好，所以余威、姚纯耀，我们先从姚纯耀好了。纯耀，我有选你，然后杰夫也选你，有没有错几丢？有错几丢。姚纯耀，你很有趣哎，你从前面到现在，你都被很多人选哎。我真的很荣幸。之前他们是觉得，因为你比较就是喜欢5566，孙协助。也孙协，哇塞，你有听到我说什么吗？孙协助。好，姚纯耀、杰夫跟 Will， 请问你要选择的是？我选
杰夫。哇，恭喜配对成功！杰夫，我会觉得他是我一个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师傅，所以这一次会觉得很想跟杰夫合作看看。我们的 Jessica，还有我们的郑纯豪，宇威，你从以前到现在就很抢手，主导权在你身上喽。请问你要选？今天用直觉说是 Ricky， 很好。纯豪，郑纯豪，哇，恭喜！想到一个笑话，其实第一集的时候，我在纯豪师傅的前面，然后应该很多人会写他第一。对啊，给一个菜名，它可以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可以加这么多元素。但是如果在厨房，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副手通常不需要太多意见。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这是很现实的。他只要懂得接受、执行我的指令。最怕就是遇到那种可是chef，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通常会觉得哇塞，什么时候轮到你？啊，这个太有想法，不听话可能有点不好配合哦。然后就他们现在就是很成功的一个 CP。哇，剩2位，剩2位了。这边剩雨熙还有新雅。新雅其实从第1集到现在，从大家非常不看好你，到大家跌破眼镜，现在有没有什么心得了？现在还在情商中。什么意思？是姨妈？姨妈？对，他都为了你从高雄到台北来练菜了。他哪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别人？我还约彰化呢。我的还要折中。初恋嘛，对不对？什么啦？初恋啊！初次练习啊！初次练习啊！初恋。很嗨。雨熙，好，2位，数到3，请翻版，1、2、3。恭喜配对成功！再度合作啊！再度合作啊！我觉得选择新雅好像运气都会还不错，原因是因为永孝选择他都会一直晋级啊，没选择他就输掉了。我没有优势，我又一直赢。希望自己可以多做很多东西，才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好像就只是个福星。接下来，也就是残酷的1周，你们好好练习了，怎么样把这个酱菜摇身一变，变成美味的佳肴，要靠你们了，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好难的比赛啊！这个画面好像有点印象啊。上那个之前跟凯毅的时候也是做鱼丸，真的吗？对啊，我今天来这边试做一下，下礼拜准备要比赛用的料理，就是把那个虾子磨成泥，然后再把乌鱼子包进去，然后做鱼丸。我现在做评审会做的事情，评审都先切开，然后就是吃一小小口，然后会开始旋转椅子，对，还有这样，何顺凯。就是它，虾味，虾子啊，味道没有吃到乌鱼子就没有味道，乌鱼子太少，太少了。因为他们不会第一口就吃到乌鱼子，可很 Q 哎，你不觉得？很 Q。我觉得蛮。我觉得这次确实有跟以往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更敢说话了，就是有比较熟悉了，所以比较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味道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怎样？就是感觉它的味道都在上面。我觉得那个鱼可以再多一个味道，一个下面垫东西，一个比较不会腻的味道。腻的味道，就是后面几个都是吃比较重一点的，所以可能之前就像第一次的时候是他听着我的指示下去做，那这一次就是我让他慢慢有自主权，让他去可以说出来他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比较好。partner的意义就是互相讨论嘛，制作，到时候会有一个合作比较好的成果出来。今天比赛的主题是时间的味道，我们特别准备了5款来自本地老字号的经典酱菜，包括豆豉、
剥皮辣椒、原味蒜酱、硬瓜以及干树子，这些都是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好味道。从发酵、醋撒到熟成，这每一款都是岁月的痕迹以及职人的手作。而本集料理的飞行评审，他擅长结合直火料理的豪爽以及法式料理的优雅。凭着精湛的技法，一手打造的 Fireplay 台北，更成为一位难求的人气 Fine Dining 餐厅。欢迎全台湾最会玩火的男人苏继恒 Nick， 欢迎。大家好，我是 Nick， 我是 Fireplay 的主理人。那 Fireplay 主打的就是直火料理，也不是说烧肉或者是串烧，我们是用的西式的风格的呈现。因为在比赛的环节里面，其实那种环境是蛮高压的。那我希望看得到是那个参赛者他的料理不符合当天的主题，当然不要想到太复杂，越厚的工序去做最简单的表现。他是新加坡人，然后他以前应该是跟着台湾一位很有名的厨师叫江正成，他好像跟着他也一起工作过。他对酱汁的组成跟炭火、食材火候的掌控度非常的好。好死不死，我今天刚好也用到直火，我也用到炭火，其实很风险。听说他就是一个非常严谨、严格的人，所以他今天来我也是有点刷，因为想说何顺凯主厨他的脸就已经都不笑了，又来一个不笑的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接下来要麻烦你们喽，比赛正式开始，加油！加油！90分钟的时间。哎呦！蛋我拿了，在哪？好，黄瓜，一根就可以。然后拿冰块。OK， 哦，哇，冰块好大哦！拿两颗完整的就好。2颗完整的。哇，怎么办 ？My boys were having a nice party 洋葱，先拿一点点。好啊，慢慢来。冬瓜。哇，还有空拍机啊，帅哎！真的很从容哎。那我先煮米，好，然后你帮我开始称那个豆浆的那些比例。好，到这一期，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很稳定，对，不管是谁跟谁配，我觉得都可以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出来。而且我最后发现，其实现在的厨作好像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你看从刚开始的默契吧，已经很稳定了，对，就是很进入状况。对啊，很进入状况。像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超稳的，对，没有一组感觉上有点慌乱。对对。可以先用大火吗？不行，那一定要用小火。4、2好了。2。先放2下，不然会没有办法凝固。上次跟他配合到现在的话，这一次会比上一次更有默契。我到咯。好。所以这次其实把主题想起来，整个建构都是由我自己完成之后再分配给他。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分配工作反而更有效率。等64度之后啊，你就把10颗蛋直接丢进去就好。10颗好。我们现在是很顺的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有在时间里面。目前到第5集，其实我觉得我有抓到厨房节奏，因为比较熟悉这边厨房的用具，而且
我觉得我对于料理的过程跟逻辑又比较清楚，就是自己对料理比较没有那么害怕。我之前好像是靠福星的部分跟运气的部分都拿到胜利的那一方，所以希望我今天是靠自己的实力跟师傅的技术，还有我们的整个料理能够拿到第1名。搅拌好嘞。好，我们等一下蒸蛋一起把它蒸下去。就你做的比我还快。谢谢。我要帮他加油打气，因为我毕竟也是气氛担当。然后我今天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介绍菜，所以我有点紧张，因为台词蛮多的。把蔬菜的工作交给新雅，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表达不太好，因为毕竟我已经给他手稿了，所以就希望他可以把这部分给完成，这样子。可以直接进来。大家这样细度可以吗？好，可以。再放进去。好。你如果好了的话，你可以先从那个什么豆腐好了。就是把它割开，然后你就照着它的线，边边角角修成四方形漂亮的就好了。好。然后诗颖跟新雅不一样的地方嘛，大不同。一个是比较不会切啦，一个是比较会切。你说大概看那个鱼的大小有没有？会不会太大啊？没关系，等等那太大的我们再把它切给评审就好了。漂亮的我们就是摆盘的，然后评审给它就是大块，我们蒸好的时候再来把它分割就好了。这样，我说那个豆腐差不多可以。这可以吗？对，可以。因为蔡诗颖就是本身他自己就有在料理嘛，然后有一些你稍微示范给他看，那他就可以去完成，就是让你不用说太过担心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弄，或者是什么东西没有做好。那时候被永孝选到，我就会觉得超爽的，就是2周都是他选我，然后是第一选。因为其实从第1集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跟他合作，因为我平常在家里都做很多西菜，中式的部分，我觉得我还想要再学习多一点点，所以那时候有听说他的客家餐厅就是非常好吃，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很多经验。你还有一卷是不是？对。好，最后一个，来，师傅，你可以帮我切这吗？这个硬我切不太下去。这一半装。好。我切南瓜处理蛮久，主要我遇到的状况就是。今天的南瓜跟我之前在试做的时候有一些差异，就是我之前试做的时候是直的那种南瓜，然后今天处理的南瓜是这种宽宽的南瓜，像那个南瓜车的那种，然后所以皮比较难削下来，因为我们的南瓜需要是质地非常滑顺的，所以我们不能残留任何带有绿色的部分，然后要把它的一些纤维比较多的地方都先把它削掉，所以花了比较多时间。慢慢切哦，时间其实蛮多的。之前的部分就是可能他就是洗东西啊，切东西啊。那这一次给他比较多的工作事项，像切菜或者是切南瓜，包括把南瓜如何变成南瓜泥，多分配了一些工作给他做。开火，这一次全部都给他煮啊。在那天练习的时候，我还没有用到锅子，但是不知道比赛的时候他会不会派给我一些额外的工作。对 ，OK， 你要看一下有没有好，来，有没有？不太够，没关系，来，用那个东西。因为1个半小时要呈现时间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因为时间感它就是需要时间，可是我们料理比赛又有时间限制，所以我们一直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跟不同的组合，
我们用了很多风干啊、腌制啊，然后烟熏等等不同的技法跟食材。那最后是选一个在日本料理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跟一个比较特殊、比较传统的一种酱汁去做组合。对，然后还有会做一个我说的那个 sauce， 就是用蛋黄跟高汤。OK， 那个还蛮期待的。隔水加热，有点像沙巴用那样子。啊，对，这时候其实可以给它一点点帮助它凝固。哥，哇，这个超香的。对，这个赢了。好喜欢糯米的味道，好吃是好吃，肯定好吃，但是味道没有进去。那个我们的这些味道没有出来，或是有一个方式，我在想，你干脆压就直接真空。然后我后来觉得应该要搭一个脆的水分脆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吃冷，所以我们搭配小黄瓜。我要让小黄瓜 avenge， 对，小黄瓜复仇。因为今天这一道菜是有很多不同样的技术，跟以来我碰到的技术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一块我今天反而是有一些的压力。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做 mentori， 就是因为如果它是直角，它炖出来会烂掉，所以我们会把这直角修掉，因为这样炖煮的时候它比较不会烂。OK。酷，这个汤可以了。刚开始我们试做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担心，但在冬瓜那一块的时候，没想到会花很多时间。OK， 鸭等下可以用这边的。鸭好，结果最长的应该是冬瓜这一块。对，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觉得要几颗？至少要再来，还不够。对。还要更多的话，我再重接。OK 的，没关系。鸭肉的东西我先丢下去煮。因为我想说，我想要帮忙其他的食材，但是没想到我连那个冬瓜就卡在那边了。那幸好就是在这一块 ，Ricky 他已经就是把前期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然后就报告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冬瓜你是慢慢处理，其他的你该做的事情他已经帮我 cover 掉了，好吧？冬瓜的调味料我帮你下去。哇，光用这个就已经20分钟了。没事 ，easy， 这边已经都差不多了，我帮你都调好了，是吗？不用担心。好，谢谢。Don't worry， 来，我帮忙。好，我们还是一样按照我们步骤。如果就是我哪里卡住的时候 ，Ricky 就会帮忙。那 Ricky 卡住的时候，我在哪里辅助他，这是我们以来的那个默契。可是我是不是有闻到炭火的味道？有。是谁那么大胆？郑春豪这一组，哇，春豪，感觉在最会玩火的男人面前，玩火，玩太晚，而且重点，他真是玩火。今天很有趣，你看杰夫他用了一个熏香啊，然后他用了一个熏香哦，对。其实郑春豪非常会用炭火，对不对？还好啦，一般都。那个浪可以。不是，一告没有，不是因为不是，我觉得他们组合太强了，你懂吗？给一点。对，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遇在一起很多次。没有，他们没有分开过啊。对，相爱。从第一集到现在都没分开过。对，我以为现在除了最爱是陈婷婷之外，第二爱就是郑春豪。对。整个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觉得好舒服，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一种缘分的感觉？好像可以在这边打工一样。好，不然再讲，你老婆会吃醋。这就是压一下就开了，有吗？有比较好吗？对。这个切碎。对，就是粗碎就好了 ，rough 的那种就可以。rough 就好。对，然后确定没有籽哦。有，我现在在检查。你是想要让它留一点口感，是不是？对，要不然它到时候会很淡。这周的比赛，我跟婷妮做了蛮多次的电话讨论跟练习，这样子。坦白讲，这几次的练习都不是很顺利，也蛮紧张的。这几天都没什么睡觉，这样。其实我们试菜是试到今天比赛早上前才确定今天要出什么东西。然后，但对我来说比较大的考验是因为它新出的菜单某几道我是完全没有试过的，然后我也不确定那个味道跟那个顺序到底该怎么样。佑生，你帮我 check 一下这种大小。
可以再小一点点，再短一点点，好，它才放得进去这样。好，那我弄豆腐喽，请把它打开，100克的。啊，确实真的蛮紧张的，因为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跟几次跟 Jeff 合作，你就大概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但这一次就是没有跟佑生一起煮一趟的感觉，所以现在要说不紧张是骗人的啦。但是除了紧张之余，其实期待还是大于紧张。请示。好。赞。那我放进去喽。放，请放。因为我跟提尼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我前面所合作过的这个艺人朋友完全不一样。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让我觉得很棒。因为之前我丢 idea 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想没关系，就照你的意思这样子。那我其实是需要人家跟我讨论的，那提尼就会给我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些 idea 这样子。这个在餐厅来说，通常就是副主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确认一下，所以可以就封起来。封10、12、13。春水、番茄、水果、玉米。所以那我现在开始腌番茄。可以，我们可以提前做完，但不要留到最后一刻。好，所以我们前面动作都稍微加快。就这样破番茄，对，破番茄，其实会有点紧张。我感觉他非常的着急，然后感觉很想快点知道说这个菜要怎么做。选不到番茄就撒盐跟糖下去，盐1匙，糖1匙，黑胡椒就适量。对，最后我就告诉陈阳说，你不用担心，反正这场比赛我会 carry 你。烧烤酱做好了？哎，还没，我做好了。哦，好，刷酱做好了，就是切好。Chef，那我做阿根廷青酱。好。Chef酸碎大概这样子。可以再碎一点。再碎一点。好。所以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树子、茄子、瓜肉。他其实凭空想象，我透过文字去告诉他变成什么状态，所以其实他有点难理解我想要做的成品，所以他问了很多次。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他有不断的去问我状态达到什么样子。Chef切酱。可以。好，我放这边。好，等一下你就可以泼它了。好，这个帮我。然后切，来，你先去烤青椒 ，OK。烤它。没事就放着，放着就好。对，它烤到黑 ，OK， 没有问题。我原本预设自己什么都知道，可是开始做之后，我就发现我思绪有点被很多东西拉走。就是对，要做 salsa sauce， 要做green sauce， 然后又要做豆瓣酱之类的，然后这3种酱，我觉得有一点在我的脑中混在一起。然后所以前面我自己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在抓节奏。你把那个番茄捞出来。好，我把它捞出来，剥皮。但是我觉得要点就是没关系，就是一样一样来，就感觉有稳下来。我现在在弄的东西都丢进去吗？对，然后可以把它稍微用小块一点点。好，我这一次是第2次跟 Jessica 再度合作，以前是负责备料而已，但是现在我可以帮忙做了，因为杰西卡的菜色里面有很多大量的 sauce， 那我的部分就是主要是酱料，然后我必须说，杰西卡的酱料是所有厨师里面最好的。然后要加剥皮辣椒，这边你把4根。在试菜的时候，我就封给他一个这个 title， 叫做“sauce之王”。对，很谢谢他给我这样的称号，但是不敢说，就是说是什么 sauce 的 king 啦，只是因为自己吃的食物也蛮多元的，我觉得比较好被复刻的蛮多，就是它的调味跟酱料的部分。对，然后我对于这件事情上面也蛮有兴趣的这样子，所以就尽可能的在这个比赛里面发挥自己的专长。酸跟辣，还要再酸，然后还要再盐巴也要下，好，然后再酸。我等下先处理羊排。羊排好。
这我拿一下巴西，它是在这个自己切碎就好，这就可以了。因为羊肉的味道本身比较重，那这一次的比赛的主题是以酱菜，酱菜本身就是腌制，它的口味会比较重。那其实早期会有酱菜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为了要保存食材，让食材能够放得更久，才发明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它的口味偏重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搭配一个相对性口味也是重的肉类。所以我今天选了一个羊肉来当做今天的主角。我把所有的东西去环绕着羊肉去设计出最适合搭配羊肉的口味，这样子。酱菜、入菜的话，其实我们常常会用到干树子，就是挂煲鸡，对不对？挂煲鸡入菜好像大家都会蒸炉之类的。可能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讲，会觉得这都是稀松平常嘛，因为你从小到大，你不认为它的存在是不理所当然的。对，对，你应该用一个不理所当然的想法来去想这件事情。哦，之间的味道很广，也可以，比如说你童年吃阿嬷的花波记，或者是这些是厨师他们在不同的料理学习的阶段碰到这种食材，对他们的而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最后反而真的是要看谁的想法有稍微跑出来。时间。你要吃看看吗？因为汤汁还不够，还不够浓。对。这边让你挑，把它挑漂亮的，就是挑完整的肉，挑大概10块。永孝，你们这是梅干扣肉吗？不是，是葡菜。哦，泡菜是客家葡菜啊。你会平常吃这种东西吗？我会，但是对我不会讲。弟弟感觉今天很有自信，对，你看。所以你们也是合作起来很 OK， 有很开心，觉得永孝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啊，不出来。特别是大多数看不出来，就表里不一样。而且你知道我们在楼上怎么评论你们这一组吗？你们这组就是看起来两个都很凶，你知道吗？对，我们是凶派，我们是来自高雄847的。哇！永孝今天怎么呈现？就是我会用那个葡菜，对，然后做比较传统味，然后我是加了豆豉。而且他很会做控肉，我发现。上次卤那个，对。我们经过说超香的，香超，其实也很香，真的很香，超香。因为101招只会这个而已。这样说，他很多招，他只是还没拿出来。很多招。我这周跟永孝在练习的时候，他并不是像就是之前我合作的2位厨师，就说就是把所有的食谱全部都准备好，然后是这个量这样子，然后要去称重这样子。其实永孝他跟我煮饭的时候比较像，就是很自由式的，他是凭感觉。反正就是练习，就是一开始嘛，只是稍搭配出口味嘛，反正就随便异想天开，就随便看想要怎么做，想要怎么放，想要怎么用都可以了。只是先确认口味之后，我们再确定形状了。等等鱼好了，我们就可以摆盘，就差不多了。那用这个很烫。不用。先生。菜色发想的概念就是五种酱菜，然后要入菜的话，其实你每一个都做的话，可能就是会觉得味道都会很相近。所以然后我就是会把第一道就是剥皮辣椒嘛，然后去搭配就是炒那个黄甜椒，把它的颜色炒成金黄色，增加它的甜味，综合它的酸味跟咸味，然后下去蒸鱼。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做了硬瓜，搭配素子，对，就做了一个白玉虾卷，用萝卜片啊，素子。哦，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就是所有的摆盘上面，我觉得他也很有创意。那你像那个在卖珠宝的一样，这很艺术哎。对，因为这个是有经过那个妈祖加持，所以然后上面还搭配一个这是素子，有没有串成像菩提一样？你就这样子说了？没有上去就是跟他说，今天是比较特别，是这一道是因为有经过妈祖的加持。小凯一定会在那边。对，对，然后他开始又坐着椅子，又开始在那边转来转去了。
黄参醋还没有嘛，对不对？还没，都全部都有没有？好，黄参醋我想说就交给好，可以。我们学到这句，这一招真的是超管用的，2颗蛋永远就1颗会破。对，超级好用，对，绝对不会有2颗一起破的，不可能。超级学会，天哪，这什么？这新技术，长知识。这一周的话我打算用的是日本料理里面一个很传统的和鸭的这种做法。那酱汁的部分是用日本一个很传统的叫做黄参醋，它其实是日本一个很像美乃滋的一种酱汁，但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放油在里面，它主要是用蛋黄、柴鱼高汤跟醋，然后去隔水加热去打出来的一种有点质地很像美乃滋的一种酱汁。它食材很简单，但它很不好做的原因是它的火候并没有掌控好啊。因为里面只有蛋黄跟高汤还有醋，然后跟其他基本的调味料，所以它很容易在一个时间点、一个温度点一过了之后就会变淡化了。所以它非常有时候一个不小心过了就发掉了，就会像豆花一样。开始了，开始了。这时候可以稍微加快了，全部都要达到，对。小火，对，就持续小火就好。对。OK， cool。录完一集，我的手又废掉了。随时可以 change。好，所以这个是蛮会花时间的啊，但是也不能急，因为你一急的时候，火候太大的时候，它就会结块啊，结块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要重新开始。哦 ，OK， 来了，开始。到我来吗？快！我希望我的脚可以用，因为就真的一直要 stir， 然后它就开始变稠的时候，再继续加压力，再加力，加力到最后手真的废掉了，好像是目前是我的噩梦。OK， 可以。嗨 ，Hello， 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苏米 sauce， 不是，它是更老的一个 sauce， 叫黄参醋 ，Kimi 加油！哇，这个漂亮，为了让丝绸，我觉得醋差不多可以下来。哇，很漂亮，那个光泽完美，可以加。我靠！天哪！等下天哪！烟雾很大哦。现在烟雾弥漫，烟雾弥漫，对，熏到我都有点流眼泪了。这肉是已经炖煮过吗？没有，我是纯熏先煎过，让它的血水封在里面，然后我现在要先慢慢烤的方式，让它慢慢的熟进去。这是羊肉，对，羊肉。那今天的料理，你觉得哪个环节是最让你花时间去？就是羊肉，就是羊肉。我一定要 focus， 把它的熟度，把它的味道做到最棒。水滚之后，你烫1分钟就好。好 ，OK。烫完要冰镇，然后你在烫的时候，这个要一直帮我顾。哦，好。哦，你随时无时无刻你就可以来搅它一下。好，其实我在这一路的比赛，我觉得我蛮常顾锅子，就我都很常一直在搅拌。因为 chef 他们都会说，这搅拌酱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今天也是在搅拌茄子，选择茄子的状况。它要再一直收。好，它收到水分都没有的时候，它才能挖一个球。对，好。
汁。OK，所以到后面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我就是不断的在搅拌，就是在搅拌那个泥，因为要让那个茄子泥让它收汁，变成可以塑形的那个样子。确保它下面都会这样子是 OK 的，那就继续。对，继续。谢谢。那蒸蛋你要看什么？所以完全是 OK 的。哦。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先放里面保温就好。好。然后配件炸完，我们应该饭就好了。所以我这个麻婆之后，我会放在那个金色那个把柄的那个小口啊里面，之后到最后组装就好了。组装完应该最后大概抓15分钟，应该都来得及。好。对。师傅好。你好。我们来到幸运组，又在扇扇子。好流汗。好幸福哦。谢谢。会跟你换位置。师傅准备是洗掉吗？准备了一个咸豆浆。咸豆浆。对，可是咸豆浆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麻婆口味的豆腐。然后饭团的部分的话，我是用酥皮直接包起来，它也是油条，也是饭团的概念这样子。那哪一个环节你觉得符合这次的主题？风味吗？还是技巧？豆浆的部分的话，我是用酸淋的方式让它用时间的去做这样子。对，因为以前刚好家父有在做短暂的豆浆店，对，所以我也因为看到罐头也才想过这个东西这样。对，我非常有信心可以亮灯啊。因为毕竟要把豆浆这件事情做成多吃，其实它第一个难度就有点高了。包括饭团包着油条，然后既是油条也是饭团。咸豆浆的部分的话，也是麻婆豆腐，那也是咸豆浆，好，甚至是蒸蛋。那里面也符合就是只有用单一食材去呈现这个主题这样子。为什么想要挑战？因为觉得有把握，所以才做。